被人开小号表白的第20天，我给男友兄弟发去一张蕾丝照，好看吗？那边沉默2秒，别这样，你是思辰女朋友。我笑了，装什么？你不就是喜欢这种禁忌感？天天偷偷摸摸给我送礼物打钱有意思，不喜欢算了。发完睡觉，第2天醒来，手机信息被发爆，这样不好，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请你自重。为什么要发这种照片给我？我也没有很想看，我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我是思辰的好兄弟，我不能背叛他。我承认我没有道德，这兄弟不做也罢。我现在去你家行吗？求你了，我是金圈太子爷顾思辰的金丝雀。最近我发现有人在撬顾思辰墙角，他不仅给我点外卖、送花、送名牌包包、高定香水，还开小号跟我表白，总之追人手段堪比挖掘机。刚开始我以为是顾思辰良心发现了，可直到手机收到好友申请，宝宝，今天工作顺利吗？工资够花吗？转账5200000。那天我男友都没对我这么好，我暂时没收，因为我好奇。你是谁？你不知道我有男友了吗？对面居然回复知道。卧槽，知道还敢追我，这人谁啊？胆子那么大，敢撬顾思辰墙角。我不死心，说你是谁？对面沉默了，我淡定的回复，哦，我知道了，你是我的舔狗。我以为终于能把他恶心走，可那头却不要脸的回复，汪汪，我愿意做姐姐最忠诚的狗，姐姐只要我一条狗，好不好？我想骂他，又怕他爽，你又不会带狗链，做哪门子狗？隔天，他给我发来一张带着暗黑choker的脖梗照，这样呢，够格了吗？性感的喉结，还有他那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指，关节透着粉，居然还五指张开放在锁骨上，明暗交错，够格，太够格了，简直要老命了，我差点流鼻血。这个小变态撬墙角的功夫还挺会，为了防止他自信过头，我点评还行吧。他回复下次争取让姐姐更满意。切，我不以为意。下一秒珍珠奶茶都喷了出来，我这还有绳，姐姐想的话随时都可以，一句话让人脸红心跳。这偷偷追我的小变态究竟是谁啊？七夕那天他又给我发信息了，配图是我男友跟他白月光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暧昧图片。看你男友他有好多女朋友，就这样你还要跟他在一起吗？转账131452000，限额了，明天继续给你转。有钱，还备注自愿赠与，我美美收下。我很怀疑他跟顾思辰关系很好，不想被他发现，但又很喜欢我，所以只敢背地里追我。我敲字钓鱼，他有腹肌，我也有，上钩了。不信，急眼了，我真的有。顾思辰的身材很干瘪，我不一样，我一直在锻炼，你要的腹肌人鱼线一样不少，我直接激将法，发来看看啊，小变态，眼见为实，不然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过了几分钟，10几张不同角度的腹肌照，公狗腰，有穿着黑衬衫，领口微敞，若隐若现的，白的地方白，红的地方红，我流口水了。那边也开始钓我了，姐姐想看更多吗？想。对面却又开始撬墙角，想看的话就跟他分手，我不想做没名没分的事，更不想做3，简直得寸进尺。我跟你聊暧昧，你居然想上位？我夹着嗓子发去语音，老公，想看你的腹肌，再往下拍点好不好？在我不知道的某个房间里，点开语音，听到那句老公后，男人握着手机的手一抖，白皙耳根瞬间变得通红。与此同时，我的手机上又多了一张腹肌照，这次的照片拍得相当心机，修长的手指掀起衣角，薄肌人鱼线再往下，似有非无，引人遐想。我笑得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小样，跟我斗。末了，我随口跟他吐槽了一句，感冒好难受。周一上班的时候，抠门公司大发慈悲，居然群发感冒药、毛毯、暖宝宝，药盒里面还有小纸条，贴心至极，还嘱咐我一定要饭后喝。这字迹怎么越看越眼熟呢？老板甚至还在我工位上转了2圈，露出前所未有的谄媚笑容。小秦，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过了一会儿，他又是给我拿靠枕，又是问我要不要下午茶。我觉得他肯定疯了，以前他都皱着眉看我。小秦，不好好工作，你的前途还要不要了？我摸鱼3分钟，他就在那鬼叫。有些同事不好好上班，就想着摸鱼，再让我抓到一次扣300。他这样的周扒皮，怎么会舍得发感冒药？我怀疑但不敢说。当天晚上，我又跟那个小变态吐槽，公司食堂的饭好难吃，没有螺蛳粉，痛苦。隔天下午的时候，公司来了一批装修工人，老板居然说要扩建休息区域，新增美食区，还有我最爱的螺蛳粉，嘻嘻。为了印证我的猜测，我又给他发，公司太破了，连个锻炼器材都没有。公司下午当场宣布将楼下买了，进了一大批体育器材，美其名曰让员工锻炼好身体，才能好好工作。不仅如此，老板还笑盈盈地问我，小秦，你对公司改建有什么想法？我指了指自己，老板毕恭毕敬，对，就是你呀，像你这么勤苦奋进的员工太少了，我要号召全公司员工向你学习。同事目瞪口呆，小声问，秦晚，这说的是你吗？周扒皮是不是吃饭的时候啃脚皮被你看到了？我笑了，给那位发信息，这不比许愿机有用？福至心灵，你说过我们公司了？那边秒回，你怎么知道？你猜到我是谁了？看得出来他很紧张。我沉默，不知道。呼，那就好，那就好。这么怕被我发现是谁？一言不合就收购，这财力确实没得说。最近除了男友顾思辰以外，我只接触过2个男人，而其中一个就是顾思辰的好兄弟池鱼。难道是他？我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排除掉了顾思辰的兄弟池鱼。我跟池鱼之间的火药味已经浓重到圈子里所有人都认为我看池鱼不顺眼，池鱼厌恶我这个拜金女，所以他肯定不会喜欢我。那张性冷淡的脸更说不出这么聊的情话。顾思辰第一次带我参加他们圈子里的聚会时，池鱼就没礼貌地砸了酒杯，冷冷地盯着我看了几秒。你眼光不怎么样。我笑了，老娘好歹也是大学西花。
好不容易找了一份金丝雀的活，只用摆烂就能拿钱，他居然想断我财路，这我能忍？我当场对了回去。听思辰说你又帅又有礼貌，可现在一看你也不怎么样嘛。他周身附上一层薄冰，薄唇翕动，眼眸幽深。他看向顾思辰，给你个建议，跟他分了。我当场气炸，一度想要去给他几个大耳刮。想断我财路，没门！我温柔地挽上顾思辰的胳膊，几乎贴在他身上撒娇。思辰，你看他欺负我。顾思辰很是受用，别理他，他对你们那类人都是这种态度。目光落在我和顾思辰交握的胳膊上，池鱼又开口了，靠得太近，不热吗？我没好气地剜他一眼，要你管。自此以后，我看顾思辰这个兄弟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甚至还在顾思辰面前蛐蛐池鱼。你这个兄弟看着就像小人，说不定哪天会在你背后挖墙脚。顾思辰却摇了摇头，池鱼不是这种人，全天下的人做这种事，池鱼都不会。你多心了。我不明白顾思辰为什么这么相信他，池鱼就那么好，可为什么每次我跟顾思辰同时出现，他就要对我摆着一张臭脸？手机提示音再次响起，是顾思辰的信息，他约我晚上参加聚会，穿漂亮点，别那么暴发户。你知道我叫你来的目的？我冷嘲的勾唇，知道了。从半年前定下契约开始，我跟顾思辰都只是有名无实的金主关系。一开始我确实被他的皮囊骗过，以为他是不一样的。后来看见他跟别的女人鬼混，我就一心只想从他身上多捞点，毕竟他每次喊我都得弄个半死，不多捞点钱弥补不了我受伤的心灵。夜里10点，包厢内已经聚齐了圈子里的商业大佬，最讨厌的人还是来了，还坐在我的对角，抬眼就能看到的位置。男人周身气质冷淡，与这里格格不入，淡淡的灯光覆盖在他挺拔的鼻梁上，纤薄的唇看上去就很好亲。那双泼墨色突然看向我，我像被抓包似的凑到顾思辰耳边，假装说情话，实则蛐蛐。你不是说池鱼不来的吗？顾思辰被我这亲昵举动弄得猝不及防，唇角愉悦的上扬。怎么就那么讨厌他？说来也奇怪，昨天我约他的时候他没空，今天他恰巧有个会议在附近，就凑巧过来了。我若有所思，只是感觉池鱼周身的气场似乎又冷了一个度。他冷不丁开口，公众场合你们也要这么亲密？呵，死男人，嫉妒我这个拜金女比你过得好是吧？我意有所指，某些单身男人挺有意思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话音落下，我看见池鱼手背轻轻起伏，擦，想打人啊，眼睛还红了一圈，怎么红眼病啊？饭桌上，顾思辰和合作方谈得自然，没在意到这边的小插曲。他忽然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给我夹了一筷子我不爱吃的菜，目光宠溺。我知道他又在合作方面钱眼上了，我皮笑肉不笑，但为了气池鱼，谢谢亲爱的。你怎么知道我最爱吃芹菜了？太爱你了。碗筷发出剧烈响动，我家的芹菜也掉到了桌上，所有人都愣了。池鱼漫不经心地擦着筷子，抱歉，一时没控制住力度。不就是秀个恩爱吗？有必要对我有这么大意见吗？趁着中途休息，我出门转角看见池鱼怒气冲冲地一把拉下他的领带。池鱼，他被迫俯身跟我对视，鼻尖轻抵，呼吸微沉。做什么？低哑的声音顺着晚风灌进我的耳里。我恍然意识到现在的举动有些暧昧，往后躲闪，恶狠狠地警告池鱼，我虽然拜金，但我一没杀人，二没放火，请你对我放尊重点。池鱼抬眸，黑色的长睫落寞的轻颤。对不起，我没想到会给你造成困扰，可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愣了，笑话，金圈太子爷控制不住对我这个拜金女的嫌恶，编得挺像那么回事的。突然，顾思辰的声音传了过来，婉婉，你厕所上好了吗？婉婉，我的心脏狂跳，越发慌乱。孤男寡女，距离暧昧。再看看池鱼这被我拉送的领带、褶皱的衬衫，还有他那微红的耳根，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婉婉，你在吗？脚步声越来越近，顾思辰的身影似乎就在转角。千钧一发之际，我一把扯着池鱼进了楼梯间。他低哼一声，我红了脸。你发出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声音，是想让思辰看见我和你这个样子吗？池鱼指了指我的手，你勒得太紧，我有点喘不过气。我心虚地松了领带，一把将他推到后面的墙上，拉开距离。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老娘跆拳道黑带，再有下次让你满地找牙。回到包厢，刚刚怎么去那么久？不会背着我偷情去了吧？顾思辰玩笑似的开口，刚刚肚子不舒服，待得久了点。我心虚的给他夹菜，你知道的，我只喜欢你，那么喜欢我不帮我？顾思辰每次遇到难搞的合作方都会让我去挡酒，这次也不例外。当然，接收到顾思辰的意思，我拿着一瓶红酒走到了合作商身边，给他倒满，客套话也毫不含糊。李总，这杯我敬您。李总却将一整瓶红酒推到我面前，秦小姐这么会说话，想必酒量一定惊人，咱们谈合作总得有点诚意，不是吗？我为难地看向顾思辰，几杯酒倒还好，可我最近感冒，喝下一瓶恐怕又得在医院住上3天。顾思辰漫不经心地拨弄着手机，李老板让你喝你就喝，哪来那么多事？我的心凉了半截，只能迎着笑。那李老板，我们说好了，我要是喝下这一瓶，这次的合作可得归顾氏。我抱着酒瓶就要往嘴里灌，池鱼抬手抢了过去，昂贵的红酒洒了一地。池鱼理所当然地开口，他最近感冒了，不能喝酒，我带他喝。不仅我震惊了，在场所有人都惊了，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都落在了池鱼身上。我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感冒了？顾思辰似笑非笑，酒杯放下时发出不轻不重的声响，慢条斯理道，池鱼，你好像对我们家婉婉很了解。池鱼眼神明晃晃地看向我，眼里藏着数不清的情愫。不是，哥们，你这种时候看我。果然，池鱼静悄悄，必然要作妖，他一定又想嘴我了。池鱼不疾不徐从身后拿出一盒感冒药，思辰，你忘了？下车的时候你跟助理说他感冒了，记得带药，所以我就顺手拿了过来。顾思辰下意识张口，我又没说是给。池鱼眼眸漆黑，定定地看向顾思辰，
我想，除了秦婉，你没有别的女人，对吗？微凉的晚风将他散漫的腔调过滤得更加冷淡。在一众圈内老总的注视下，顾思辰错愕地愣了一下。对，我忘了。他脸上的防备瞬间卸下，揽住池鱼的肩膀。还是你小子懂我。大家说说笑笑，就好像刚才不过是个小插曲。可只有我的心底像蚂蚁在爬。顾思辰会是那种关心我有没有感冒的人，还是说那盒感冒药是顾思辰带给其他女人的，只是被池鱼误会了？又或者说，那个天天撩拨我，给我点外卖，发腹肌照，想当我的狗，甚至还喊我主人的男人，是池鱼？看着池鱼那种清冷的脸，我的眼皮跳了跳，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在发麻。为了测试池鱼对我有没有意思，我在一轮酒后故意找了个包厢，抬手就往自己领口泼了点酒，发丝凌乱，顺便多拍了点腮红，这才像被人灌酒的样子吗？一切做完以后，我犹如吸精附体。你们不要过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闯进你们包厢的，求求你们。语音发送给那个开小号撩我的男人，那边立马紧张地发来一大串信息。姐姐，发生什么事了？你在哪里？秦婉，接电话。语音电话一通接一通，我故意没有接。紧接着池鱼的电话就进来了。鱼终于上钩了。池鱼焦急的语气带着低低的喘息。秦婉，你在哪个包厢？怎么那么久没有回来？思辰他担心你。池鱼紧张道。秦婉，我呜咽着艰难出声。呜，我好难受，他们灌我酒，我逃出来了，但是我好像中药了。我狡黠地掐断了电话。在池鱼顺利找到包厢的那一刻，我窝在沙发角落，小脸酡红，肩膀微颤，眼泪半悬，好难受。呜。他半弯下腰，温声问：秦婉，你哪里不舒服？池鱼从来没有给过我好脸色。这一刻，我几乎可以确定，那个天天撩拨我的男人就是池鱼。我迷蒙地睁开眼，像猫似的蹭了蹭他的掌心，聊起尾音的语调：哪里都不舒服。你身上好凉快，让我贴一贴吗？温热的吐息拂过他的掌心。池鱼闷哼一声：秦婉，别这样，我带你去医院。我中药了，所以我做什么都是合理的。我会放着这个好机会不报复。我趁机咬住池鱼的指腹，含住不松口。别咬。他的呼吸变得沉重。别这样，秦婉。我没想到池鱼隐藏得这么深，我都醉了，他居然还能保持理智。他对我循循善诱。松口。我确实松开了，又凑了上去想要吻他的唇。他偏头躲开，目光落在我身前被打湿的衣服上，眼眸晦暗，迅速将外套罩在我的身上。他不动声色。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点点头，水色的唇釉像是刚成熟的荔枝。知道。那你知道我是谁吗？看得出来，池鱼既想让我知道他是谁，又害怕我知道他是谁。我呆呆地盯着他看了2秒，眼眸迷蒙，不确定的语气：思辰。池鱼眼底瞬间酝酿着风暴，他冷笑：顾思辰，你把我当成了他？平日里的谦谦君子，此刻像失去了理智。秦婉，看清楚。钳制住我的腕骨，将我压在沙发上，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面容。我不是他。我抬起头，眼神渐渐聚焦，像澄澈的湖水般荡漾，唇瓣猛地吻上他的喉结，还坏心思地咬了咬。瞬间，他闷哼一声，抓着我的手微微收紧，声线低哑：秦婉。看着他白皙的脖颈沾上唇釉，我敛下唇角的笑：别生气了，好不好？池鱼眸光仿佛要融化。然而我扯了扯他的手指，唤道：思辰，别生气了，好不好吗？池鱼的额头青筋暴起，指节攥得发白。陈生，你平时就是这么对他撒娇的吗？我目光恢复清醒，错愕地看着眼前的男人。池鱼，唯恐天下不乱的，我惊慌地推开他，跟刚才那个纠缠他的仿佛判若两人。怎么会是你？仿佛自己在做什么小偷小摸的事，池鱼像被泼了盆凉水。斗池鱼真的太有意思了，看着他手足无措地跟我解释自己是如何不小心进了这间包厢，又如何被我缠着不放，实在是太畅快了。但我为了装得像，故意说自己没力气了，胁迫他抱着我回去。我轻笑着问：池鱼，你这么紧张我，是不是喜欢我呀？银铃般的笑声流淌在晚风里，池鱼搭在我腰间的手一僵，胸膛深处的心跳声越来越快。他喉结滑动，嗓音低哑，克制又疏离地看我一眼：如果你喜欢这种刺激，那很抱歉，你看错人了。我不是那种没有道德的人，更没有当三的习惯。噗嗤，我开个玩笑，你当真了？再开玩笑，信不信把你扔下去？我勾着他的脖颈，红唇轻扬。好啊，那你扔啊。闷骚男，明明抱那么紧。我坏心眼的在他颈窝吹口热气，池鱼腿一软，差点抱着我摔倒，耳根通红。秦婉，我在呢，干嘛呀？他稳住呼吸，喉咙发干。不要试图引诱我。呵呵，不知道谁引诱谁，到底谁私底下发那么多烧包照片啊？现在还装上了。Strong 哥。回到家，我平淡的开口：池鱼，药效好像上来了，这次是真的。那杯酒里好像真的下了料，现在赶去医院来不及了，你帮帮我。池鱼气笑了：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或者你送我去找思辰？他的脚步停下，一把扯下领带，蒙住自己的眼睛，伸手拽过我的脚踝。秦婉，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工具吗？我不甘示弱。对，你就是工具。他喉间溢出凛冽的笑，粗粝的指腹缓缓向上。秦婉，希望等下你也说得出口。良久之后，我才知道池鱼所谓的帮是什么意思。那双漂亮白皙的手，指节轻弯，蒙住眼睛，所有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不管是我还是他的呼吸声。他喉结微滚，这样可以吗？我说不出话来。或者这样，这一定是报复，但没关系，至少他现在还不知道我发现了他是追我的那个人。我分心想，等池鱼知道自己被我戏耍时的表情会是什么样。池鱼这个呆瓜，不知道是不是担心我发现撩我的那个陌生男人是他。临走前，他居然对我说：仅此一次。
我不会再做对不起思辰的事。他强调。还有，我不是小三。我笑了。那之前那些送花、点外卖、打钱又算什么？还是说他就是喜欢这种被得的刺激感？那我岂不是成了他消遣的乐子？这我能忍，绝对忍不了。我装作没有发现那个小号是池宇，回复：昨天喝多了，发生的事我全忘了。那边果然迫不及待，全忘了。我甚至能想象池宇那阴阳怪气的语调。我继续逗他，都忘了。也是，不重要的人，不重要的事，对你来说永远都记不住。这酸溜溜的语气，说不喜欢我，谁信？调戏完他，我美美打扮，准备去参加顾思辰组的局。我特意换了一件和昨天一样的裙子，嘻嘻，当着顾思辰的面穿给池鱼看，他一定能想起昨天那份难忘的回忆吧。刚到酒店，池鱼盯着我的衣服，沉默2秒，蹦出2个字：恭喜。我满脸问号，恭喜什么？到了我才知道池鱼那句话的意思。顾思辰组的局一共3桌，居然不只有池鱼，还有他的7大姑8大姨。不嘻嘻，我看了顾思辰一眼，深觉莫名其妙。不是说好的金丝雀只谈钱不谈情吗？待我见长辈，一个个还在旁敲侧击我跟顾思辰什么时候结婚，真的没毛病吧？我想问问顾思辰想干什么，可他满面春风，只顾着跟长辈聊天。我忍不住踢了踢他的脚，却没想到踢到了池鱼。他呼吸猛地一沉，那双漆黑清冷的眸锁定了我，唇形仿佛在说别动，威胁我。我偏不，我的脚故意顺着他的裤管往上爬，还踩了踩。起初他脸上的神情还算正常，可当我踩上去的时候，池鱼夹菜的手都不稳了。我以为我踢到他了。顾思辰回过神，池鱼，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吗？池鱼正要回话，没，嘻嘻嘻。我踩，他的下颚紧绷，没事，昨天晚上着凉了，没什么精神。哦，那你注意点。池鱼应了声，垂眸看我，眸色渐渐灰暗。看什么看？我就踹。我正想抽回脚，池鱼宽厚的大手一把攥住我的脚踝，我想要抽回，他却不容反抗的强行摁着我的脚，一下又一下，不轻不重，又热又烫。什么东西？我低头，那一瞬间，我才意识到自己踩的是什么。救命！我的脸颊红得像烧水壶，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要失态，终于抽回了脚，却看到池鱼发来的信息：不是喜欢踩吗？怎么不继续了？我抬头，池鱼慢条斯理地擦着手指，就好像刚才无事发生。这一幕将我带回了昨晚，他用这双漂亮的手一点点将我拉到他的身边，然后缓缓低头，声色暗哑：怎么不说话？是不喜欢吗？我的脸烧得发烫。他真是个变态，将我的反应收入眼底。他的大号给我发来信息：你很喜欢这种刺激吗？昨晚是，现在也是。故意穿着这件衣服跟他订婚，是故意给我看的吗？你放心，昨天的事我都忘了，让你失望了，我不会吃醋的。你是思辰的未婚妻，我还没有自甘堕落到当三的地步，你看错人了，我还没有下贱到那种地步。我笑了，希望你说到做到。饭后，我顺路消食，却听见顾思辰的声音在拐角响起。第一次听见他这么卑微的语气。池鱼，帮我，我好像真的喜欢上秦婉了。池鱼表情平淡，这些年这种话你跟我说过很多次，这次是真的。顾思辰眼里带着温柔的神色，他拿出钻戒，今天我要向他求婚。池鱼眼底透着戾气，指节紧攥。顾思辰笑着问他，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吧？好兄弟，这次你可得帮我，你说秦婉会不会不喜欢这个钻戒的款式啊？我要不要再重新定做款？他说的字，池鱼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总觉得顾思辰再说下去，池鱼就要揍他了。等顾思辰走后，我走出来，冲着他抛了个媚眼 ，surprise。池鱼后退一步，自嘲的语气，我没那么下贱。他顿了顿，眼眶隐隐有些红。既然你们要结婚了，刚才那种事以后请不要对我做。我该怎么解释？我当时真的只是想踹他一脚。算了，顾思辰要跟我求婚是吗？池鱼闭了闭眼，你真的要答应他吗？本来是不打算答应的，可现在看着池鱼，玩弄他的心思还是忍不住一点。我一脸幸福，跟顾思辰在一起这么久，我要结婚了，作为他的兄弟，你不应该替他高兴吗？还是说，我拖着狭长的尾音，你不想让我跟他结婚？我的手缓缓抚上他的胸口，在他耳边呵气如兰。其实健康的爱情固然精彩，但畸形的恋爱更有趣。如果你愿意当我的情人的话，我也……池鱼捏住我的手腕，将我抵在墙上，眼眶红了一圈，盯着我一字一句：我不愿意，我不做插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秦婉，你好自为之。得，还挺有底线。看来得赶紧跟顾思辰说清楚才是。当初我们签的合同里，我可不负责结婚这个项目。夜里，我穿着奶白色的蕾丝睡裙，抬起手机，咔嚓咔嚓对着白皙的大腿拍了张照片，找到池鱼的对话框，点击发送。好看吗？这不得迷死池鱼。谁料那边沉默2秒。别这样，你是思辰女朋友。我笑了，直接戳破他开小号追我的事实。装什么？你不就是喜欢这种禁忌感？天天偷偷摸摸给我送礼物打钱有意思？不喜欢算了。发完睡觉，第二天醒来，手机信息被发爆，这样不好。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请你自重。为什么要发这种照片给我？我也没有很想看。我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我是思辰的好兄弟，我不能背叛他。你都知道了，我承认我没有道德，这兄弟不做也罢。我现在去你家行吗？求你了。看到后面我愣了，池鱼该不会真来了吧？打开房门，空空如也，心里的激动被失望填满。我耷拉着脑袋正要关门，男人一把拉住我的手腕，将我带进他的怀里，大手掐着我的腰，吻上我的唇，啪嗒一声关上门。从玄关一路吻到沙发，跌跌撞撞，唇齿交缠，只剩下唾液和呼吸声。池鱼，我扯着他的领口，他咬着我的耳垂，温热的气息开散在我的耳边。秦婉，我为我昨晚的答案感到后悔，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佯装不解。可是谁说自己不想当小三，不是下贱的人？怎么？我戏谑的目光在他脸上打转，
他结语轻颤，字音咬得极重。我下贱，我是小三，我没道德，我喜欢上了兄弟的女朋友。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你。他的唇瓣贴在我颈窝，密密麻麻的吻落了下来。给我个机会，当你见不得光的情人，可以吗？男人呼吸紊乱，眼神淡漠的与我对视，幽深眸底涌动着辨不分明的意味。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池鱼，其实，下一秒，铺天盖地的吻落下，堵住我所有的话语。我挣扎，他的眼尾泛红。不要拒绝我。男人修长漂亮的手指强硬挤入我的手指缝隙中，深深嵌合。池鱼像一头开了荤的狼，没完没了，不知疲倦。我的嗓子有些沙哑，才从一堆凌乱的衣服里找到手机，是顾思辰的电话。我没接。池鱼刚从浴室走出来，穿着白色的浴袍，领口从胸膛一直开到人鱼线，露出白皙性感的锁骨和腹肌。他故作漫不经心地问：怎么不接？我还想逗他，你在我旁边，我怎么好意思接？池鱼的脸都绿了。哦，笑死！我坏心眼地拿着手机起身。池鱼，顾思辰说他在我家门口。我叹了口气，哎，这可怎么办啊？一滴水顺着池鱼的额发滑落，他幽怨道：要我去空调外机躲躲吗？我忍住笑，那倒也不必。池鱼还挺有幽默细胞的。我扯了扯池鱼，灼热的气息摩拳着他的耳骨。池鱼，我骗你的，顾思辰没来。叮咚，门铃忽然响了。秦晚，开门，我有话要和你说。卧槽，顾思辰真来了。池鱼眯了眯眼睛，冷笑，挺好。我要躲床底吗？现在躲什么躲呀？我和顾思辰早就解除合同关系了。门外的拍门声将我余下的声音掩盖住。再不开门，顾思辰能把我家拆喽。刚刚开门，顾思辰眼下一片青黑，鲜少见他这副失落的模样。他嗓音沙哑，秦晚，我不想和你分手。我一脸问号，甚至想笑。我们什么时候在起过？顾思辰脸色变得更白。那我们在一起这么久算什么？我们不是合作关系吗？知道顾思辰想要跟我求婚，我立马就跟他提出终止合约。结果他一哭二闹三上吊，害得我只能把他拉黑。没想到居然还找到我家门口了。我服。听到我的话，顾思辰眼眶泛红。可我是真的喜欢你。这话我年少无知，喜欢上顾思辰的时候也说过。那时候他是怎么说的来着？秦晚，你喜欢我，我就必须喜欢你吗？现在我将这句话原封不动还给顾思辰。顾思辰，你喜欢我，我就必须喜欢你吗？时过境迁，顾思辰大概是想到自己曾经拒绝我的场景，他的脸色刷得一白，摇摇欲坠。我快被他烦透了，想关门，他却抬手挡在门缝中间，不死心地问：秦晚，我可以重新追你吗？我张了张口，身后传来一声巨响。顾思辰警觉地朝我身后看去，你的衣柜里有什么声音？我回头一看，池宇呢？该不会衣柜里的那个是他吧？顾思辰的视线投向房间。秦晚，你的房间里还有别人吗？跟你有关系吗？大概是我的态度激怒了顾思辰，他冷笑一声：房间里的是谁？是他勾引你的吗？我们已经没关系了，顾思辰。我拦住顾思辰，却耐不住他像抓奸的原配，到处找寻着小三的身影。眨眼的功夫就到了衣柜跟前。是你出来，还是我抓你出来？我站在旁边，对着顾思辰骂骂咧咧。衣柜缓缓开了，池鱼穿着浴袍，半遮半掩，就这么水灵灵的出现在了顾思辰眼前。顾思辰像是气急了，笑出声，不可置信的往后退了2步。池鱼，你居然是你！他顶着腮帮，一把揪住池鱼的衣服，眼里全是嫉妒和恨意。我他妈的把你当兄弟，你抢我老婆，她还不是你老婆？池鱼平静的开口。顾思辰气得发怵，一拳砸过去。你还要不要脸？自甘堕落当小三？我说呢，怎么好好的？你知道秦晚感冒，背着兄弟撬墙角。池鱼，你真是好得很。顾思辰的每个字都说得极其用力。我想去拉架，池鱼却叫我别管，说这是他们男人之间的事。池鱼挨了一拳，没有还手，擦过唇角血渍。他抬眸看着顾思辰，像胜利者似的挑衅的笑。你又凭什么指责我？你不爱他，就不许别人爱他吗？你凭什么觉得所有女人都要在原地等着你？以前或许他短暂而懵懂的对你有过那么一丁点好感，但现在他喜欢的是我。池鱼扯开顾思辰的手，不经意间露出锁骨上的草莓，语调上扬。不被爱的才是小三，不是吗？顾思辰跟疯了似的红了眼，要跟池鱼打。然而池鱼之前是让着他，真正下起手来，顾思辰落不到一点好处，两人都受了伤。我看都没看顾思辰，心疼的查看池鱼脸上的伤。你没事吧？疼不疼？脸上挂彩的池鱼更惹人怜惜。我真恨不得再去踩顾思辰几脚。池鱼握着我的手贴在他的脸上，唇角温柔地翘起一抹弧度。看见你这么关心我，那些伤好像一点也不疼了。顾思辰看见这一幕，本就疼痛的伤口上像是撒了把盐。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秦晚，我伤得比他还重。妈的，真烦！我踹了他一脚，关我屁事！顾思辰更伤心了。在他还要痛苦哀嚎的时候，我一早喊来的保安把他拖了下去。棉签轻轻擦拭着池鱼的伤口，我目光专注。为什么第一下不躲开？胸腔随着笑声微震。池鱼轻笑，笑什么？想到你一直向着我，我很开心。想到自己不是小三，所以开心。想到他的目光缓缓挪到我的唇上，嗓音哑涩，以后可以光明正大做姐姐的狗，所以开心。心里像是裹挟着甜蜜的蜂蜜，无数跳跳糖从中进出。扑通扑通，他抓住我的手，棉签掉在地上。我抬手挡在他的唇瓣前，阻止他的继续接近。等等，抬手剥开一颗葡萄味的糖果，喂进他的嘴里。你现在吃到葡萄了，酸吗？他吻上我的唇，唇齿交缠间，爱意在唇舌间融化，普通的香甜蔓延在身体的每一处。他说是甜的。番外，池鱼，我是在一场慈善晚会上看见秦晚的。他挽着顾思辰的胳膊，唇边挂着游刃有余的笑，好漂亮。后来我发现他在便利店收银，故意将钱包落下。他将钱包还给我时，我紧张地跟他介绍自己。池鱼，吃鱼，很可爱的名字。我甚至将微信 ID 改成吃鱼。顾思辰问我怎么好端端改了名字，我说随手改的。
其实改的时候在键盘上删删减减了好久，隐秘的喜欢在阴暗的心底疯长。意识到喜欢上别人女友的那一晚，我失眠了。我想干脆跟顾思辰做更好一点的朋友吧，合作投资无所谓，只要能见到他，花一点点钱就能见到他，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吗？道德束缚着我，理智捆绑着我，可为什么看见他跟别的男人同进同出，我那么嫉妒到想要撬墙角？这个卑劣的想法一冒出，就再也没办法掐灭。我在网上发帖问喜欢上了最好的兄弟的女朋友，我该怎么办？热评回复是做最好的兄弟，撬最狠的墙角。他们说的对，别人当小三自甘下贱，朋友当小三别被发现，自己当小三倾城之恋。顾思辰第一次带他参加圈子里的宴会时，我对他说，你的眼光不怎么样，为什么看上顾思辰？滥情不专。我想告诉他，他没有我好，想跟他说跟他分了，和我在一起，可是我不敢。我偷偷开了小号，给他点奶茶，发红包，发腹肌照，求他跟他分手。我知道这样做不道德，可我就是忍不住。而且他很喜欢我的身体，这足以证明他喜欢我，对吧？帖子下面的人居然说我有妄想症，我气得想哭。后来看见顾思辰跟很多女人出入风月，我拍照发给他，可他居然不在意。我不理解，又偷偷哭红了眼。他那么渣，他还是喜欢他，哪怕这样，我还是不想放弃。那天他拉我领带的时候，我不是想说太累，其实我有点被爽到。他居然拉我领带，那么亲密的举动他都没对顾思辰做过，开心。还好我的坚持是正确的，他们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我终于在那个帖子下面洗清了我的污名，我不是小三，更没有什么妄想症。刚刚改完帖子，转头解开衬衫的5颗扣子，里面银色的项链滑落到秦婉脸上，呼吸低哑。姐姐，今天的鱼好吃吗？你的池鱼今天伺候你吃鱼。全文完。